梁经纶不用装作镇定，因为他知道，抓自己的确实是军警宪特的人。可望着坐在对面这个白净斯文，而且显得身体不是太好的人，他心里突然涌出了难言的感觉。这个人不是军统，就是中统，而且职位不低，自己是被当作真正的共产党而被捕的。是在考虑当共产党，还是当国民党吗？抽烟吗？谢谢，我不抽。知道不该抽，可就是改不掉。这就是人的弱点。是人总会有弱点。梁先生，您说呢？也有没有弱点的人。有吗？当然有。我倒愿意听听。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人，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。你已经露出弱点了。这句话是中共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说过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会犯错，一种是还没出生的人，一种是死了的人。我记得没错吧？人不怕犯错，说出来就好，改了就好。梁先生，你是哪一年参加共产党的？请问今天是几号？民国37年8月4号。记住这个日子，我就是今天参加共产党。那介绍人自然就是我了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站长，你不要紧吧？您还是少抽点烟吧。改不掉了，还是铐起来吧，带到刑讯室去。站长，按哪个级别用刑？先让他看，让他看别人用刑，动他的刑，等我来。是。
王秘书好，我是王普臣呐。普臣同志好，剑锋同志一直在等您的电话，请稍等，我帮您接进去。好。普然同志吗？剑锋同志好，我是王普臣。审过了吧？报告剑锋同志，遵照您的指示，审过了。梁金龙同志反应怎么样？他的反应很正常，回答问题很机智。你是不是对他很客气？不会的，报告剑锋同志，我完全是按照审讯共产党地下党的程序和态度来审问他的。关键是下面该怎么办？何其仓把电话打到了李宗仁那里，李雨晴亲自出面给陈继承打了电话，可是陈继承依然不买账。陈继承的意思是要我们对梁金伦同志用刑，一定要审出他是共产党，并且还要审出稽查大队协助查账的那20个学生当中也有共产党。剑锋同志，能不能请南京方面出面，尽快给陈继承打个电话，就说给何其仓一个面子，把人放出去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何其仓不应该给李宗仁打电话。陈继承已经抢先报告了总督，告了李宗仁的状，说这次再不让他抓共产党，就请求辞职。我问了史中生，总统当时就说了一句：“知道了”，就挂了电话。因此，南京这边不可能给陈继承施加压力。那真的要给他用刑吗？你的意见呢？真的用刑的话，分寸很难把握。剑锋同志，如果用轻了，我倒不是怕引起陈继承的不满，这极有可能引起共产党的怀疑。如果用狠了，梁金伦同志能否扛得住呢？剑锋同志，我的意见是，能不能请曾可达同志出面想想办法，找个理由，先把人保出去。什么理由？曾可达的任务是查贪腐，你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。你跟曾可达是两条绝对不允许交叉的线。你的身份在组织内部都是保密的，事情到了你那里，你往曾可达那边推，想破坏组织原则吗？我接受你的批评，剑锋同志。我单线处理，亲自去处理。有什么情况，我及时向您汇报。举枪干什么呀？啊，内讧啊！老站长，不是他们逼迫您来的。谁逼迫我了？谁敢逼迫我呀？都把枪放下，放下！我问你，有个叫梁经纶的，是不是押到这儿了？看他干什么？我带来的。梁经纶在没在这里？回话。在。老站长，王站长也在。这个梁经纶是由他亲自审问的。审出他是共产党了吗？还没有。没有？你抓人干什么？不添乱吗？你这，让弟兄们先歇会儿吧。我带你进去放人啊。哎，辅臣，你看，我正找你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还没见过面呢？这位就是北平站的王站长，我的后任，
很有才干。这位就是国防部派来的稽查大队的方大队长，诸位好。哎，辅臣来了，我那个梁经纶呢，你得放了。他是何其昌的助手，而且牵扯到美国人的关系。现在你知道，国防部调查组正找我的茬，不能因为这件事在火上浇油了，你知道吗？老站长，我知道这个梁经纶是何其昌的助手，我也知道他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。可是这个和国防部调查组应该没有关系吧？方大队长为什么叫我们放人？方家和何家是世交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他不是共产党，就看方行长的面子，你也得把人放了。可是这个人不是我们抓的，不是人在你们这儿，怎么不是你们抓的？老站长，是陈继承总司令亲自下令抓的。陈总司令下令抓人，他不是点着名想抓谁。哎，你说咱们放个个把人还是有这个权利的。老站长，这个人就是陈总司令点名抓的，因为他们闹得太凶了，还扣了您，所以陈总司令认定这背后一定有共产党在煽动，这才下令抓了梁经纶的。你不该带方大队长来放人。哎，我说啊，我不行，这样吧，啊，副站长，你呀，请示一下陈总司令。总之，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，你就得把人放了，知道吗？王站长，现在打电话请示吧。马局长，陪我先见见人。值班室的电话可以打专线吗？可以，那请带我去。跟我来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现在才打电话报告？这一路上都没有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听好了，尽量不要和军统的人发生冲突，听见没有？是。王秘书吗？我是曾可达。又发生了新的紧急情况，建峰同志还没有回来吗？还没有。王秘书，王秘书，是建峰同志。不真理解您的苦心了。用人要疑，疑人要用。本来用方梦敖就是一步险棋。这个人，我今天领教过了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曾文正公说的死士。死士可用，关键是为我所用。我的理解是否正确？请建峰同志校正。你的理解比可达同志的理解要深，我同意你刚才的意见，让马鞍山把梁经纶和那几个学生交给方梦敖，郑继承那边让马鞍山去交代。从现在开始，启用你的人，严密监控方梦敖，共产党一定会在梁经纶同志以外，另外安排跟他联系的人。你的任务是，既要切断共产党跟方梦敖的联系，也要顺着线索找到共产党在北平的核心地下党组织，以保证平津的国军与共军前方作战无后顾之忧，保证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。是，建峰同志。还有，你刚才提到那个北平地下党叫五爷的人，毛局长今天给我送来的材料报告比较详细。这个人是搞公运出身，现在在北平地下党搞武装，极其危险，尽一切可能先抓到这个人，不能申请就当场击毙。
先生，小雨，怎么出来的？方大队长送我回来的，他人就在门外，问先生可不可以进来。嗨，快叫他进来。方大队长，先生，请你进去。何伯伯，孟老啊，来，都进来，都进来。快跟我说说，怎么个情况？爸，您先坐。方大队长，快请坐吧。梁先生，孟老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先生要是有话想单独跟方大队长谈，我跟小雨先出去一下。哎，你也去吧，火上的锅我看着，还有时间。好。没有受伤吧？已经带到刑讯室了。方毛来得及时，他来的可真快啊！他及时赶来救你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同时被抓的同学都受了刑，我怎么觉得国民党的军统像是有意在等方毛来救我？你刚被抓走，我爸就给李宗仁打了电话，李玉清接的。那紧接着方毛那边就赶过来救我了，这样就解释得通了。斗争真的是太复杂了。有11年了吧？是13年，何伯伯。35年的时候，您到了燕大，和阿姨和小雨留在上海。对，我记错了，是13年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，你却是有家难归啊！昨天晚上，本来应该向你传达学练的决定，不巧方毛在。时间很紧，快坐下吧。学联通过考察决定，为了最后的斗争，必须立刻争取方毛和他的飞行大队。你到北平1个多月了，动静很大呀，借第4兵团的粮，查民调会，还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，很多人都在拍手叫好。认为你们在干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你们真的是在反贪腐？我本来是想向梁教授请教这些事情的，何伯伯，感谢你相信我，请您从经济学的角度给我讲一讲，什么是贪腐？我和你爸爸都是留美学经济的。
他6年，我8年，可到现在我都不懂什么是经济学，尤其回到中国，根本就没什么经济学，在美国学的那一套，一个字儿也用不上。你现在干的事情，更是跟经济学无关，你卷入了政治。中国有句古话，8个字就能概括：断人钱粮，杀人父母。你不要笑，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有那么多的心腹，那么多的人不用，偏偏选中了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愿意理直气壮地杀人父母，因为你连你自己的父亲都敢于下手。何伯伯是在劝我。我从没劝过你爸爸，我也不会劝你，我只是提醒你，他们昨晚敢抓梁经纶，之后也敢抓你，而且杀你。啊，你以为陈继承还有那么多人就善罢甘休了？你现在扛着国防部调查组的牌子，他不敢动你，那是因为你身后的人还认为你有更大的利用价值。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了，这场大风暴要死很多的人，有贪腐的人，也有反贪腐的人。我知道我当然是一个，但是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很容易，只要给你安上3个字：共产党。方行长吗？方行长，我是王奔全。王主任好，我是谢培东，行长不在，能不能立刻把他找回来？大约半个小时吧。等不及了，北平行营立刻会通知他去开会。我将事情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在他开会前转告他。你说我记。不能笔记，要用心记。
好，您说。先锋同志，我是曾可达。出大事了，知道吗？出什么大事了？和我们的工作有关吗？客观上有关，主观上不要你们负责。美国人突然召回17000万第一批援助物资，突然停在了公海边，没有进港。昨晚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打个报告。先锋同志，我正要向您报告，会不会是何其仓向司徒雷登告的状？更严重。是李宗仁那边跟美国人通的消息。这个老东西，他想取代总统吗？司徒雷登那些美国人想扶持李宗仁，也不是1天2天了，自己真不争气，让人家有机可乘。我们反贪腐行动好不容易得到美国政府的肯定，却又被陈基诚那些人昨晚的抓捕行动一锤子砸了，耍火绳，还抓了我们自己的人。就是刚才。李宗仁向总统建议要召开反贪腐的紧急会议，总统还不得不答应。记住，会议的名单中有你，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坚定表态，加大追查民调物资贪腐的力度。先锋同志，请问如何加强力度？批捕马鞍山和民调会3人员查北平分行的账，这件事你开完会后立即交给方梦敖大队去办，然后以我的名义。把徐铁英和保密局北平站长王福珍叫到你那里碰头。是，先锋同志。据我们调查，徐铁英和中央党部也和民调会的贪腐案有关，牵扯到他们，查不查？怎么查？腐败首先是党内的腐败，可已经积重难返。戡乱反攻时期，牵涉党产，只能暂时姑息。但也绝不能让他们扛着党产的招牌私人贪腐。徐铁英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代表我敲打他一下，让他明白，立刻停止贪腐，真正配合我们。倘若再搞阴谋，下一个批捕的可能就是他。明白。想搬出去，是因为木兰。听着，你大哥给你爸的压力已经很大了，接下来还会更大，你不能再给你爸加压了。东西留下，马上开上车去你小妈家，接上行长去北平行营开会。出什么事了？美国人突然召会，暂停了1亿7千万美元的援助，事情因北平而起，指责政府有人在继续贪污援助。怎么才1个晚上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？听说昨晚陈继承抓了抗议民调会的学生，其中还有何校长的助手，就是那个梁经纶。李副总统出面都没有解决问题，事情一下子捅到了美国使馆。这个梁经纶到底是个什么人？就不要计较梁经纶是什么人了。我在家开导木兰，你见上行长以后，情绪放轻松些。姑父，那我去了。谢木兰同学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就不说了，好吗？
方毛再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？告诉他，梁先生是独身主义。陈梦家的那首《野花》，还记得背吗？我背第一段，你背第二段，就算陪我吧。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，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。上帝给他的聪明，他自己知道；他的欢喜，他的诗，在风前轻摇。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，他看见青天，看不见自己的渺小。听惯风的温柔，听惯风的怒号，就连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。这首诗以后就属于方王了。这是组织的决定。不是。这是我的建议。什么建议？能不能说明白？学联的斗争需要方毛，北平人民的生存也需要方毛。你去接触的方毛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方毛，你必须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这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他喜欢什么。他喜欢什么？喜欢抽烟，喜欢喝酒，凡是男人有的毛病，他都喜欢。优点呢？为什么不说说他的长处？他喜欢音乐，而且他唱歌唱得特别好。还有呢？一首《月圆花好》，能唱得感动人。还有呢？还喜欢把汽车开得像飞机一样快，随时可能撞到人，也可能撞到什么东西。还有呢？我不知道了，等我知道了，我会告诉你。还是我来告诉你吧。他还喜欢诗，先是喜欢泰戈尔的诗，后来就喜欢上了新月派的诗。特别喜欢的就是刚才那首《野花》，还有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，卞之琳的《断章》。你要把新月派的诗都背诵下来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他不喜欢别人总是顺着他。还有呢？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。我都明白了。我可不可以也跟你提个要求？当然可以。今后除了跟工作有关的事，方毛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我能不能都不告诉你？可以。
有时候，我真希望自己的预见是错误的。小玉呢？在房间呢。爸，看样子今天不会有人再敢抓你了。你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帮我把楼上那堆废纸再整理一遍。先生说的是那个经济方案，开会要带去吗？不是方案，是废纸。他们要的就是废纸。今天的会与这堆废纸无关。我去啊，是因为听说陈继承也参加。他要是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给我解释清楚，回来我就把那堆废纸烧了。您还没吃早餐呢。李副总统那里有啊。哼。1个晚上了，也不知道账查怎么样，我先回去了。能不能载我一程？我想去看看木兰。方大队长，感谢你救出了同学们，也救出了我。请你送孝玉一趟。上车吧。总看我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止长了一双眼睛。你还怕人家看你？害怕？我怎么一点就看不出来？你看不出来，别人也看不出来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讨厌后面的车？你开快点，把他们都甩掉。想跟我一起走？是。谁派你来的？组织。我不知道什么组织，跟我说人的名字，我能相信人的名字。崔中石。大声说清楚些。崔中石同志。将军，方大队长呢？方大队长昨天晚上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去哪里了？是李营长带人跟去的，我不知道。那稽查大队其余人，还有马局长那些人呢？马局长昨天晚上和方大队长一起出去的，天亮之前回来的。经济稽查大队、民调会的有关人员都在里面。打电话给李营长，
立刻请方大队长回来。是。集合队伍。是。集合。集合。打电话给李营长，立刻请方大队长回来。是。集合队伍。是。集合。集合。不用查了，通通抓起来。等你们方大队长一回来，全部带回军营直接审讯。是。来，跟我来，动作快。科长以上押到值班。是。科长以上押到仓库。坐。坐。坐。快点。快点。走。快坐。走。马副主任，请你站起来。走。那是给我的，你们方大队长的。方大队长还没有回来，这是曾督察的命令，请您配合一下吧。哦，哎，你过来，哎，有什么话您就在这儿说吧。昨天晚上我跟你们方大队长有约定，靠不靠我，他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先不靠你。别动。报告将军，联系上了，他们在西北郊309市军营，说是方大队长开着车带着何孝玉甩掉了他们，去了西北长城一带，他们正在找。一群废物！你在这守着，一有方大队长消息，马上向我报告。是，不管。是。我好像听明白了，你是学联的人，学联派你来争取我，希望我帮助你们学联反贪腐、反迫害。是。你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，北平地下组织让你来跟我接头。是。我又不明白了，我来北平后，一直带着我的大队在查贪腐，也在保护你们学生。学联还有必要来争取我吗？我刚才说了，代表学联只是一层掩护，我的真正任务是代表党组织跟你接头。那没必要接了。我不是共产党，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你自己也不要跟别人再说。你是共产党党员，是崔卓实同志介绍入的党，我知道他介绍你入党的过程。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倒知道。那你说来听听。我们不说共产党，不说组织，尊重一下女性。你能不能不在那么高的地方下来跟我平等对话？现在你比我高了，我尊重你。你说吧。我能不能也坐下？
那是1946年农历8月15中秋节晚上，崔中实代表你家里到空军笕桥航校看你，你陪他在机场的草地上散步。后来你坐下了，他还站着，在你身边来回踱步，给你介绍共产党对中国未来的主张。你不就怀疑我不知道这个细节吗？我不习惯像他那样在你面前走来走去，我想坐下。是不是站着讲故事不太自然？那你坐吧，我听力很好，坐得离我近点远点都行。那我就坐在你背后，反正你今天也不会跑。还有更好的理由吗？当然有，你听就知道了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这个理由够吗？真壮观呀！我问你，你说，到时候去了延安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，他们敢坐我开的飞机吗？我想，他们会很高兴坐你开的飞机。那咱们现在去好不好？现在不行。花常好，月常圆，人长寿。我不是中共地下党，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，这都无关紧要。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，本就不是冲着我崔中实来的。你不是因为信服我这个人，才愿意跟随共产党，而是你心里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，因为你希望救中国，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。你不要相信我，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。坐得离我近一点。好。我下面问你的，不是冲着你来的，你回答我就是，不要害怕。崔中实是为什么死的？为革命牺牲的。我是问他为什么会死。原因很多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很多事情都是组织的秘密。不要跟我提什么组织。告诉梁先生，告诉学联，我是受国防部调查组指挥的，查贪腐，保证北平民众的粮食配给，是我们的任务，不需要你们来争取。我会如实转达。还有，我从来也不知道崔中实是什么共产党，我没有加入国民党，也没有加入共产党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，我不管，但以后不要再跟我谈什么接头的事。崔中实同志用生命保护你、发展你，你怎么能否定他为党为你做的一切工作？崔中实是我的朋友，是一个像我大哥一样的朋友。我不管他是怎么死的，为谁死的，杀他的人，我一定会搞清楚，一个我都不会放过。上车吧。还要在背后看着我。你走吧，
我自己会回去。我带你来的，一定要带你回去。我不是你带来的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跟我没什么关系就好。我送你回去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有个秘密，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都要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命硬，所以只能独来独往。在空军，别管是谁跟我1对1做搭档，别管是长机还是僚机，都得被打下来。27个人啊，一个都没能活，就我活下来了。来北平之前，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开庭，我的案子3个人受审，一个共产党，一个国民党，2人都死了，就我活着出来了。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只有崔叔是跟我联系的，也死了。所以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，别再让别人来送死了。我这个人啊，就只能是一个人。回去吧。你在后面休息一下吧，醒来什么都忘了。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更没有人能主宰别人的生死。我会再找你，你跑得再快，也躲不了我。对不起。喂，报告曾将军，方大队长找到了。在哪儿找到的？在长城找到的。护送方大队长立刻回城，去民调会。是。我代表党部先表个态吧。总统不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还是党的领袖。我是党部派到北平的，我有完全的责任，要维护领袖的形象跟权威，不受任何人挑战。总统的意志是绝不跟共产党妥协，不管任何人企图跟共产党接触，甚至和谈，我能保证北平警察局坚决反对之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发现陈继承陈副总司令也是很坚定的。因此，我们党部在北平的人要坚决支持陈副总司令。我完全拥护建峰同志的反贪腐行动，同意逮捕马汉山、民调会的涉案人员。但是在反贪腐的过程当中，也一定要注意维护党国的形象，尤其是不能让共产党利用。美国人突然停止对我们的援助，恰恰说明了有些人在利用反贪腐，打出了跟共产党和谈的牌。反腐跟反共
首先是反共。建锋同志启用方某，我只能服从，但我一直保留意见。这个人，这个人在空军养成了很多的恶习，不服从上级，率真行事。昨天晚上公然闯到了军统，把一个共产党的嫌疑犯给放了出来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不得不考虑你曾督察曾经说过的话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已经被共党利用了。还有那个马汉山，那个马汉山已经无可救药了。昨天晚上就是他配合方某放的那个共产党的嫌疑犯，他们之间暗中有没有什么交易？我看有。因此，请曾督察向建锋同志建议，将马汉山一干涉案人员移交我们北平警察局。我兼着配合国防部调查组审案的任务，由我审查马汉山，审查民调会，能够绝对向建锋同志负责。徐铁英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代表我敲打他一下，让他明白，立刻停止贪腐，真正配合我们。倘若再搞阴谋，下一个批捕的可能就是他。我可以向建锋同志建议，马汉山民调会搞得民怨沸腾，闹出个七五事件，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的政策。徐局长，我想先听一听，你准备怎么审民调会那些人？预期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好向建锋同志做详细的汇报。这我们首先要理解建锋同志的预期目标是什么。我想建锋同志的预期目标应该是两个，一个是长期的，那就是在党国内部肃清贪腐之风。但是我说过，这是长远的，是需要时间的，是首先要建立在打败共产党的基础之上的。再有一个就是当下之急，那就是要抓一批，甚至杀一批，让那些继续贪腐的人有所顾忌。在国统区，要加强经济管制，争取盟国对我们援助的信心，有利于总统带领国军将士在全国各个战场打败共军。抓一批，抓谁呀？杀一批，杀的又是谁？是不是像杀侯俊堂一样？人是杀了，可贪的钱照样追不回来。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思考。老毛病了，又想抽烟了。知道曾督察不能闻烟味儿，我就出去抽一支。我可以闻，你在这儿抽就是。徐局长刚才提出这个问题要深入的思考，这就牵涉到你们军统北平站的前站长，你也应该有所意见。
不能总是这样深入思考吧，得把思考的意见谈出来。这可是要向剑锋同志做具体汇报。那就追赃。马鞍山还有其他的人，到底贪了多少？我加强审讯，尽力追出赃款。尽力是多少？美国人的情报可不是吃素的，还有共产党的谍匪，贪了多少？都有哪些人有份儿？我们查不出来，人家手里可是有数据的。如果说是1000万美元，我们只追出了100万，甚至是100万都不到。徐局长，这恐怕是交不了差的。这样说吧，我先代表剑锋同志，同意由徐局长去审查民调会的人。你说说，能追出多少赃款？曾督察，你先给个数吧。1000万美金，这个数字，美国人应该能够接受。那你查吧，我配合。当然应该配合，也必须配合。这是剑锋同志的原话。我的意见，仍然由方某敖彻查民调会，查到背后的人，无论是哪一级、哪一个部门，我们都给予配合。王站长，你的意见呢？我配合反腐，关键的重点还是反共。方某敖及其大队，如果真的能查出贪腐，那是国防部调查组的期待。作为国防部保密局，我建议先从北平站挑选一个班的人，暂时改装成青年军，就编入郑营长那个派，监督方某敖及其大队，稽查贪腐，也严防共党渗入。我同意，报剑锋同志批准。徐局长，你是否还反对由国防部稽查大队执行审案任务？我反对的不是国防部稽查大队，而是有共党嫌疑的人。那个梁经纶，明摆着是煽动学潮的共产党嫌疑犯。方孟敖联手马汉山，逼迫王站长放人。这个情况向南京汇报了没有啊？啊？叫方孟敖审马汉山，我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，首先表示反对。我会将我的意见报告叶局长，并陈部长。王站长，我就不用单独汇报了吧？上面决定，谁来查都行，我都配合。谁来审都行。那徐局长就抓紧请示吧。估计方孟敖快到民调会了，我这就过去，布置将马汉山及其所有涉案人员带至稽查大队军营羁押。南京给我们的时间可只有3天，如果因为有人故意干扰办案，导致3天后无法向南京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，让美国人立刻恢复援助，下一个批捕的就是他。到家了，下车吧。
徐局长，就应该这样啊！整天忙着工作，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。哼哼，您的事似乎应该道一下，我要出去。怎么，你不进去？把车倒一下。老爷、夫人，何小姐来了。萧玉是来找木兰的。裴栋，把锁给他开开吧。谢叔叔好。来看木兰吧。是。方梦敖送我来的。我先去看看木兰。徐铁英来了。徐局长，哎呀，谢乡里，你们行长呢？拔火罐呢。哟，病了。哦，刚才开会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呢。中暑了。哦，徐局长若无大事，可不可以改日再来？这个事情啊，往往是误在时间上，有时候10分钟，也许就误了一条人命。我现在必须见到你们行长。徐局长，稍等。好。蔡妈，给徐局长上茶。哎。什么秘密怕我看见？我胃疼，不想吃早餐。我也没吃早餐呢，陪我吃点吧。都几点了，还没吃早餐呢？不到7点，你大哥就开车带我出去兜风，他不饿，以为人家也不饿。我能吃吗？吃，我陪你吃。是我大哥送你来的。嗯。请到办公室谈吧。坐吧，这是瞧得起你，恭敬不如从命嘛。是李干，这就对了嘛。
才谢乡里说你找我有要紧的事，请坐，请说。方行长，我是违反纪律来的。刚才曾可达代表国防部的调查组，把我还有保密局的王普臣叫了去，传达了铁血救国会的秘密指示。下手狠呐！第一个牵扯到的就是你。我本来呢，应该先向叶秀峰局长，还有陈立夫部长报告，但是觉得还是应该先告诉你。牵扯到我，就不要告诉我。不只是为了你，牵扯到太多的人，包括央行，包括宋家、孔家。方行长，不为自己，为了上峰，为了朋友，很多人的身家性命，最好不要再负起，应该同舟共济。央行的船，我家的船都被你们打破了，怎么同舟共济？大家的船现在都是破的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补，修补。我不会再冲动了，可是我不能就这样被他们关在家里，我要跟同学们在一起，我就是为了跟同学们在一起。主要是我爸，大家都说我大爸厉害，其实在我家最厉害的还是我爸。现在能跟他说的也就只有你了。跟他说我跟你在一起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我可以帮你去说，但谢叔叔不一定会听我的。那谢谢你了，小玉，你现在就去说吧。他们就会抓人了，甚至杀人。突破口是马汉山，负责审讯的是方梦敖，您的大公子。崔中实是马汉山执行的，孟敖现在已经昏了头了，他谁都会抓，谁都会杀，三纲五常都没有了。你是担心我们家人伦俱变？813，我为了保住别人的财富，抛家弃子，已经坏了人伦。现在我的儿子来抓我，来杀我，是我的报应。许局长，如果你的观点谈完了，该去向你的上峰汇报了。那我们就不谈看法，我提一个建议，切实可行，由我接手审讯马汉山民调会，遏制局面恶化。我会说服叶局长和陈部长，请方行长，您考虑一下，向宋先生、孔先生汇报。我们两家联手就能压住铁血救国会，就能让他们不再继续利用方梦敖。这不只是为了我们好，也是为了孟敖好。
坐吧。你今天任务完成得很好。孟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今后再和他接触，就不要提组织上接头的事儿了。那我还有必要跟他接触吗？当然必要。学联那边吧，会继续派你和他接触。我已经告诉他，学联派我去只是一层掩护，我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任务是接替崔中实同志，跟他接上组织关系。不提接头，我没有理由再跟他接触。你现在已经跟他接上头了，他也相信了你的真实身份。之所以是这个态度，恐怕他是怕情况太复杂会牵累你，希望组织上另派人和他接触。可接下来的任务，只有你能完成。你是学联那边派去争取他的，争取他也是学生们的正常愿望。以你现在和他接触的这种状况，对你们俩相对都安全一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继续和他接触，他心里就会明白，其实你是在代表组织，在关注和默认他所做的一切。国民党国防部叫他所做的一切，组织上也默认。是，他现在只能做国防部让他做的事情，最后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重大任务。保持和他接触，就是要让他感受到党在关心他、重视他。同时，不给他派任务呢，也是为了国民党找不到怀疑他的证据。崔中实跟他接触3年，直到最后牺牲，都是这样做的。就这样，异常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方孟敖突然上了国民党的军事法庭，后来又突然被国民党高层的核心部门看中，派回到北平，情况变得异常复杂，组织上都有些猝不及防啊。崔中实同志只能牺牲自己来保护孟敖，保护组织。太难为他了。谢叔叔，我也能这样做。任何时候，我都会保护好方孟敖，保护好组织，也要保护好自己。组织上有指示，要保护好孟敖，也要保护好你。孟敖今后的工作必须由你配合，你们俩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，坚持到胜利。这很难呐，有些难处，组织上甚至都无法帮到你，需要你心里默默去承受。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准备。我能承受。你还要去见梁经纶，把孟敖跟学联说的话，还有你刚才复述的孟敖的最后一段话，如实的转告他。涉及崔中实同志的话，也能告诉梁教授吗？除了你代表组织和孟敖接头的真实身份和所谈内容，其他的话都如实转告梁教授。对于学联，对于梁经纶，你的原则态度是：真话不全说，假话全部说。他哪里知道，谢培东此时就是以这种原则态度在对他。他不能说出梁经纶是铁血救国会成员的真话，除此也没有对他说一句假话。这样，梁经纶就不可能从何孝玉身上察觉我党对他的怀疑，同时也就不会察觉何孝玉是中共党员的身份。要下雨了。
要下雨了。小雨啊，其实谢叔叔也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。和我谈谈木兰吧。不用关了，关也关不住八面来风。徐局长，你接着说吧。除了崔中实，我北平分行还有谁是共产党？我没有说过北平分行有谁是共产党，但能肯定，共产党一定还会从北平分行冒出来，因为他们要崔中实的账。徐局长是不是想说，临时调配委员会的人由你来审？北平分行的账要运到你警察局，由你来保管，由你来查呀？哼，误会了。我就是再不懂规矩，我也知道，任何部门都不能拿央行的账。那徐局长是不是担心共产党会从我这里把账拿走啊？不得不防。没有来北平之前我不知道，到北平之后，我之所以24小时都派人守着崔中实的家还有他本人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央行的账就是党国的账，党部派我来，我只要在北平待1天，我就有责任，不能让共产党拿走1页账目。那徐局长就不必担心了，崔中实的账，谢乡里都已经清理过了，1页不缺。有句话我想问，请方行长千万别多心。您这间办公室都谁能进来？这些账，有谁能看呢？我，还有谢乡里，偶尔孟伟也会进来。徐局长担心我们3个人，谁会把账拿给共产党？木兰说的都是借口，他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以你现在担负的任务，也不允许他常跟你在一起。有些人可能认为我有私心，我让他参加学运，怕他有危险。可现实的情况是，党在北平的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以我在党内担负的责任，现在木兰的一举一动，都可能给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。这就是我不能让他出去的真实原因。你应该能够理解。我能理解，可是这个原因不能告诉木兰。您现在关着他，我也不帮他，他会认为我们是有意在阻拦他追求进步，他会恨你，也会不原谅我。那就让他恨我好了。不只是他，包括绝大多数追求进步的学生，党组织都有清醒的认识，也有明确的指示，肯定他们的进步热情，不鼓励他们盲目的冲动。他们不像你，不可能成为组织发展的对象。那我该怎么回答他？小李呀，拿伞来。好嘞。你不用回答他，我来回答。
送何小姐回家。好的。女的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我先找您洗手手。 乡里，行长叫您。去忙吧。行长，你叫我？是徐局长有事，叫你一起商量。 刚拔完火锅，外边下雨了，还吹风。行长，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来。徐局长，请坐。我说，谢乡里也知道，事情已经很急了。我刚才跟你们行长取得了高度的一致的认可。 不能再让孟敖被任何人利用了。民调会的案子必须由我来审，北平分行的账必须由你来查。办几个人清一些账，向南京做个交代，争取美国人尽早恢复援助。关键是必须要统一口径。 我再听徐局长，请往下说。这整个案子的实情是，崔中实被民调会马汉山这些贪员，还有空军侯俊堂这些败类们给买通了，瞒着北平分行，通过黑市倒卖走私美元物资，贪污非法利润。方行长及时察觉，通报了我抓捕了崔中实。 却被马汉山带着军统旧部劫到了西山，杀人灭了口。幸好是崔中实所掌管的账目被缴获，经谢乡里清查，赃款是320万美金。打断一下，徐局长，320万美金，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？先不说这个账难做。 落实到人，怎么追查现金？不要急，听徐局长把话说完。曾可达要追缴的是1000万美金，1000美金买条人命都算贵的了，1000万美金，那得是多少条人命啊？他不查，让孟敖去查。 少说得有1万个人等着跟孟敖拼命，为了争宠借刀杀人，我们两败俱伤，他们坐享功成。不用共产党来打，就曾可达这些人，就能把党国给灭了。
少钱？一千。郭长官，我说的是一千。郭长官，我说1000啊，10万美金。我没有说呀，100万美金。我说了，你说什么？我签了。你枪毙我吧！照徐局长刚才说的，320万美金就是3200个人，这账怎么查也查不出这个数来。你这也就是个说法，人跟人身价不一样啊。马汉山这个人怎么也值50万吧？你民调会一个科长至少也得值5万，还有北平其他部门一些人，你军方一些人，1万、2万、10万、8万，身份不等。要往死追，就能追出320万。为什么一定是320万？刚才我向央行问清楚了，这次美国人停止援助啊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这些人竟贪得昏了头，竟将美国驻华公司应得的1700多万的利润给侵吞了。美国驻上海的公司就抓住像7.5学潮这样的事件，点了北平方面的名，指出驻北平民调会就侵吞了他们320万。司徒雷登对国府本就成见极深，抓住美国驻华公司的指控，再向华盛顿一报告，美国政府还不停止了援助啊！两头起火，先灭大的吧。追出320万，给美国驻华公司。谢培东心里血一般明白，北平所贪的民生物资赃款共有1000万美金。孔家扬子公司和宋家福中公司占600万，徐铁英从侯俊堂那边暗吞了80万，现在只追320万，赔付美国公司的也是320万。孔宋和徐铁英他们的680万，恰巧都可以不追了。身为中共地下党员，潜伏在金融战线。他不信什么天命，但这种巧合也使他不得不暗自心惊。国民党政权的气数确实尽了。我可以想办法做平320万的账。刚才徐局长也说了，国防部调查组那边得到的数目是1000万美元。他们敢这样说，一定是得到了什么经济情报。要是认真追查下去，剩下的680万美元去了哪里？怎么解释？扬子公司、福中公司有一条专门运送美元物资的船，在公海上沉了。空军2架专门走私物资的飞机坠落了，天灾加上人祸，损失了680万。因此，我们能追出的赃款就是320万。行长，我争取做平320万的账。至于追回现金，那就是徐局长的事了。好，我立刻向叶局长、陈部长通陈立海，请方行长立刻通过央行总部向宋先生、孔先生说明情况。我们2方面同时呈报总统。总统一定会权衡利害，阻止国防部办案，这样孟敖呢，
也就解脱出来了。等南京的指令一到，我立刻将人犯押解至警察局审讯。关键是谢乡里要尽快做平这320万的账。那警察局这次参加审讯的还有谁啊？这个方行长尽管放心，我们警察局审这个案子，我绝不会让孟伟参与。另外，他的工作我也做了调整，只负责北平市民的外勤，抓薛朝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参与。徐铁英这番安排，使方不停对他的看法终于有了转变，一直冷冷的脸色浮出了和颜。这个人虽然贪婪心黑，到底还懂得同船共渡。一口一声解脱孟敖自然是鬼话，可主动解脱孟维却是人情。费心了。就按徐局长说的办吧。裴东，送送徐局长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同舟共济。时间紧，告辞了。外边下雨，行长不要出去了。身子不要紧吧？不要紧。咱们回房间去吧。怎么了？木兰又哭了。是孟伟，他要走，我已经跟他谈了一阵子了。你们在谈时，我就没好告诉你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先去香港，再去法国。去什么法国呀？留学打工，干什么都行。留什么学打什么工啊？你以为你是学生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？孟伟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跟我商量什么呀？他是国民政府的人，是在册的军人，戡乱时期擅离职守是要上军事法庭的。爸，大哥也是在册军职。您不是也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去美国吗？你是知道的，你何必用这个话来堵我呀？两个儿子从小你就最听话，后来跟在我身边，没有让我操过心。实在要走啊，说出原因，我替你去求人。坐下说吧，坐下慢慢说。孟伟，好好跟你爸说。在重庆，我念完初中要接着读高中，您却要把我送去三青团中央训练班，我实在是不愿意去。您摔了杯子，那天晚上，我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流泪。我想，要是妈还在，一定会让我去读书，一直到读完大学，还会送我去国外留学。谁叫我没有了妈呢？小妈，我说这个话没有冲着你来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知道，
你都说出来吧，说出来，你爸就明白了。接着说吧。这次让我替你妈做一次主，都依你。我没有怪你。上海13后，你千方百计派人找到了我们。哥当时一直不愿见你，却一定要我到您身边来。我还记得，当时走的时候，哥说要战死沙场，为妈妈他们报仇。再三嘱咐让我跟着你好好读书，做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为我们中国争气。不说了，我将功赎罪。爸，你跟着我，让孟伟带着木兰去法国。我去跟木兰说。我去。木兰，大爸，大爸脸上长什么了？让你这么看着，也不让大爸做。大爸你坐。就是我。小玉呢？你爸怎么能把你锁在屋里呢？现在您回来了，他就不敢锁我了。大爸，用您的车送我和肖玉去学校吧。女儿大了，像鸟一样，应该放出去远走高飞，对吧？大爸支持你，不但放你出去，还让你飞得又高又远。你说好不好？大爸，你可不许骗我。长这么大，大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还真没有。大爸，刚才是我说错了。你们同学在一起没讨论过世界上哪些个国家的风情、风景点儿最想去看看的？讨论的多了。大爸，你就想跟我说美国？美国有什么好？100多年的历史，无非就是一些高楼罢了。大爸在美国待了6年，最想去的是欧洲，比如法国，那里有卢浮宫，有埃菲尔铁塔。你们同学就没谈起过？大爸，你这是想送我去留学？不好吗？当然不好了。也不是不好，我大学现在还没有毕业，要去也不能是现在啊。这不成问题的。大爸有同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做教务工作，把你转到那里上完大学，接着读硕士。你们是不是都商量好了要一起赶我出去？不用你们赶，我现在就走。木兰，不许这样子。大爸，我只不过是想去住校，你们送我去了，我又不是不回来看您。不要再说了，行长，回去休息吧。好好说。还说什么呀？暑假期间非要住校，就是想和那些同学出去胡闹。出去吧，行长，我要锁门了。我想住到肖玉家去，怎么就是胡闹了？肖玉呢？肖玉回家了。出去吧，行长，我要锁门了。你锁门，我就从窗上跳下去。你不是我爸爸，我也从来没有爸爸，只有封建家长。我再也不受你的压迫了。木兰，怎么能这么样跟你爸说话？好，我不说了。你们说吧，让不让我出去？不是要出去吗？
除了北平，去哪儿都行。拿上你的箱子走吧。去哪儿？火车站。你去哪儿，我都派人送你。哎，丫头！反了你！上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行长，你不要再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姑父，把木兰放开。木兰是学生，学生就应该去学校。你们不让他去学校是没有道理的。姑父，把皮箱给我。长辈的事，你不要往里掺和。姑爹，就听孟伟的吧。姑父，我现在就是在请求你们，请你们不要再剥夺我们儿女的自由了。您不会是等着让我也动手吧？姑父，把箱子给我，松开木兰。去里面洗个脸，我开车送你去学校。放心，我把你送到烟难门口，我就离开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感谢你，小哥。走吧。孟伟都说什么了？倒是说了几句。说吧。嗨，都是些气头上的话。说了一句“国破家亡”，还有一句“走投无路”。裴东。咱们去给宋先生、孔先生的办公室挂电话。赶紧去报告队长。是。快点，加油！加油！快点，快！
站起来！给我蹲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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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，都别动！我看你还动！别动！把他们枪都给我下了！我看谁动！都不要动！你们方大队长呢？已经报告去了。老局长呢？在里面和我们队长在一起。队长问他们干什么的？为什么来？长官，有国防部指令吗？南京方面的指令是下给我们的，能代表国防部是你们保密局。王站长，咱们去带马鞍山吗？南京方面有指令，带我们去见你们的方大队长。长官，请。哎，长官们的事儿，你们跟着去干嘛？南京的指令要靠他们执行，跟着来。咱们跟着，看好他们。王秘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徐铁英拿着国防部的命令去带人，可我没有得到建峰同志的指示。这一会儿方梦敖来问我，我无法答复啊。那好，王秘书，我就守在电话机旁，一有消息，请尽快联络我，谢谢。看完了吧？陈长武，到，搬2把椅子进来，给2位长官坐。是。这道军令是下给你们的，对我不管用。对你怎么不管用？啊？这写的清清楚楚。国防部的军令，北平民调会所有涉案人员即贺取，全部移交北平警察局审讯。对你怎么不管用？我们是国防部调查组及查大队，但这道军令上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调查组。所以不管用。国防部调查组，国防部调查组归谁管呀？国防部的军令，就一定要下到你们调查组这一级吗？说得对，国防部调查组是国防部成立的，要我们放人，却不直接给我们下指令。徐局长，有一句话可能不好听，你想不想听？你说，你知道军令是假的。方大队长，开玩笑呢，玩笑可没有你这么开的。
国防部的军令，谁敢造假呀？啊，那是杀头的罪过。你敢吗？现在什么事儿都有人敢干。知道军令上盖的可能是国防部大印，但这件事情有假。那好，电话就在那儿，你可以立刻给你们曾督察打电话，你可以去问，好不好？我执行任务，从来什么话都不问，上面让我干什么，会直接跟我说的。那好，你不问我问。喂，曾督察吗？我是徐铁英啊。喂，说话。喂，曾督察。喂，先讲话。喂。曾督察怎么说呀？哼，问他一下是给他面子。按规矩，我完全可以不理他。这个军令上有国防部的大印，还有主管的秦司长的亲笔批文。王大队长，我们从来没有难为过你，也希望你不要难为我们。那我们怎么做才不算难为你们？王站长也在这儿，他也接到了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，请将马局长还有门外的那些民调会的人，马上移交给我们。马局长，马副主任，你愿意跟他们走吗？本人姓马，但老子不是马，也不是骡子，不是谁想钱都能跟他走的。马局长，这可是国防部的军令，你要不要也看看呀？我不看，也不是给我下的，我归民政部管啊。当然不是给你下的，在上面有你的名字，你是受审人员。不成。上边是这么写的吗？老站长，您知道，我不是那种无事惹事的人。军令上面的确有你的名字，调查嘛，也没有把您怎么样。不成，你还很年轻啊，接了我的班儿，我教你一句。他们今天会这样对我，明天就会这样对你。马汉山，把你那套老江湖收起来。如果你今天再用这一套对付党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是想救你，南京也饶不了你。徐铁英，你不是党国，南京那块地也不是你的。那汪精卫还当过伪南京政府主席呢，说过南京是他的了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别拿南京吓唬我。我不是侯俊堂，更不是崔中石。哎，怎么的？拿了别人钱，还在背后捅刀子？哼，别说是党国呀，江湖上也瞧不起这号人。哼，你俩切实干什么？想吃了我呀？今天方大队长就在这儿，侯俊堂、崔中石2条人命究竟死在谁的手？啊？
跟西明镜似的。哈哈！来人！执行任务，请你们让开。你给我站那儿！让开！让他们进来吧。方大队长，马汉山我们是一定要带走的，请你谅解。带走。